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比如说万卷楼。万卷楼，没错，就是万卷楼。暗河几百年来都归属于隐宗，常人无法寻到的暗河的宗门地址，暗河遍布于天下的各大诸朝基地，还有你们的真实身份。你们每个人的武功和弱点，以及画像，都藏于隐宗之内。一旦你们叛离，那这些信息便会出现在江湖之上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杀手们，放眼望去，这个江湖上全是你们的仇家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都将成为被追杀的对象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定会以为，如今的隐宗空占着一个国丈爷的名号，在这天启城之中，早没了当年的威风，连暗河都不如，又有什么资格做暗河的主人呢？可是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便能毁了暗河。你们想重新建立一个暗河，想要从头开始。可是，年轻人有志向是好的，可是有的时候也应该停下来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。你们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年轻人，能够反抗隐宗100年来的控制吗？说出你的条件。让你们来天启城，是需要你们帮我杀人。谁？琅琊王萧如风。暗河是替萧氏皇族扫平江湖的影子，而隐宗则是暗中护卫天启城的影子。那么天启城中的事，应与暗河无关。琅琊王身为萧氏皇族，刺杀他，违背二者所护卫的理念。这个任务不是隐宗应当做的，而是宗主的私心。既是私心，那便需要交换筹码。你想要什么筹码？你方才说的那些，都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暗河和隐宗从此以后无关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儿。乌鸦，送客。宗主比我更清楚，你要我们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。琅琊王是北离军武第一人，朝堂之上，皇帝倒让他3分；江湖之上，他是雪月城城主百里东军的师兄。杀了他，得罪整个天下。我不觉得你能够和我谈条件。如果关于暗河的消息散布于江湖之上，那么无路可归的我们，
会将天启城作为我们的第一站。或许天下人容不下我们，但我们会让尹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！
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哦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。教坊是。苏沐雨厨艺不行，倒是挺会挑的。这饼子不错啊。也不知道尹宗的那帮人对他好不好，不会像对犯人那样给他吃糠咽菜吧？怎么搞成这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救尹，其他的等下再讲。这2个人看起来都快死了，先救谁啊？先救头，先救头，我没事。啊，不对，我还撑得住。现在不装了。非也啊！我是真的差点死了，只是我机灵躺下，见我对他没有威胁，这才放我一马，所以我才没受重伤。不像头这是被万箭穿心了呀！你闭嘴！这是遇到了谁？剑法竟这般可怕！天启青龙寺，行剑传音。先把血止住。还真是个坏坯子。我都这般惨了，神医你还骂人呢？用这药，给苏昌河涂遍全身，1日3次，用完了再来找我要。这药便可以了。用这个我还嫌浪费了呢。说吧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把自己弄得这般凄惨，看起来唬人，但实际上一点内伤都没有。搁我这儿演苦肉计呢？嘘。听说你们刺杀琅琊王失败了，原本已经成功了，但青龙使李新月突然赶来，你为何不替我们拦住他？我也不知你们今日会在碉楼小筑中动手啊！废话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哪有时间提前知会你们？况且，你们尹宗的眼线遍布全城，我们明明已经发了信号了，为何你们全然不知？反而是李新月比你们先到。告诉你啊，我们大家长若是死了，我定带领暗河众人与你们一决死战。大家长受伤这么重，接下来还会有机会。这一次机会错失了，琅琊王身边一定会安插更多的护卫，想要再杀他就很难了。是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不，还有机会。大家长想要如何？我会召集暗河3家精锐入天启，只为杀他一人。暗河精锐入皇城，相信我，不会有任何人察觉到。等他们察觉到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我今日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也希望易宗主拿出他的诚意，派出足够多的人手前来相助。好。我明白你的这步棋了。一个苏沐雨，一个你，即便再强，但进入这浩大的天启城中，也只不过是一粒石子，
砸入了池塘中。但若那带着刀剑入天启的修罗恶鬼全都到达，便有如无数的石子砸入了池塘中，势必掀起滔天巨浪。义布不会拒绝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拒绝。还真是个坏坯子。哼。可想过取个什么名字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护住，放在一块浮木之上，顺流飘到了这里。那是一个傍晚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。不错的名字。你呢？你想叫什么？双日为昌，意为兴盛，明亮，所以我就苏昌河。有路可条，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，朝露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我刀光里落脚。即便要如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家主，苏沐雨已经过了清河街，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一个人来的？是。看来是发现了我们的住处，特地来找我们的。一个人来，他是想和我们谈判。他会和我们谈判吗？长河，他谈什么判？平时让他多说几句话都难，还指望他能口若悬河的谈判？谈判可以不动嘴，尤其我们苏家人，动剑就好。等你许久了，苏沐雨。我找老爷子。止步！苏沐雨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剑。苏泽对苏沐雨啊。雕虫小技，还是用出你的18剑阵吧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赐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那我加个注，我猜苏沐雨只需1招，便能赢。听说你练的是灭火剑法，1招杀人不够，还要把人打得魂飞魄散。可你的剑上虽有力气，却无霸气，因为你不理解。哦。霸气不是凶，也不是狠，而是睥睨。
炎龙剑。老爷子，很久没见呀，奎大人。大家长身上的毒一解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什么条件？我、哲叔、昌河，还有大家长等人，都会从此离开暗河。哎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奸细！哎，不是，真不是。苏沐雨，你别诬陷老子。行了，你说的那个等人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会列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都会离开暗河。你是想解散暗河？想留下的都能留下，想走的都可以走。我只是希望给每一个留在暗河的子弟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沐雨啊，沐雨，你跟随大家长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离谱。就算我同意，提魂殿也会下达对你们的追杀令，不死不休。那便是我们的事了。现在苏家主只需要决定是否握住此剑。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，苏沐雨的条件可不能答应啊！大家长，这是在考验我呀！握住这把剑，远远不够。得握住它，活着走出九霄城。你以为最好时机在何时，在何地？机会从来都是转瞬即逝，所以只有握住它，就是最好时机。绵龙剑。我取了。慢着！苏家这个时候想拿绵龙剑，还为时过早了吧？穆慈陵，穆家穆慈陵，和穆子哲同为前任穆家家主的亲传。他当年从大家长那里偷走了阎魔长的秘籍，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后来也因为穆子哲的告发而败露，结果被锁入了那口黑棺里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还真是了解我，居然在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前约我出来一见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如果可以，
我希望是绵龙剑。去天启城吧，只要你踏足天启，那座城就会有人找上你。以你的本事，你可以越过这些人，找到你秘密的所在，将这里的钥匙交给守护你秘密的人，他会为你和苏昌河打开属于你们两个的盒子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俩的名字便会在暗河之中永远抹去。还有，你一直想知道的无间城覆灭的秘密，也在其中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2把钥匙。如今3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3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彼岸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，会是暗河的血之夜。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要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啊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可你的野心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你我2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2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苏沐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沐雨，我们始终都是2条路上的人。你
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这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我替你杀，你不想承担的罪孽我来替你承担，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还记得你我二人走出鬼窟院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我们二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血剑。他在吸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跟我走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仗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！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；
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，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